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最近天气太热了啊，那种大桶的冰激凌听说挺受欢迎的，所以今天就教给大家如何自己来做。咱自己做啊，用的是鸡蛋、牛奶还有动物奶油，算是用的最好的材料了，才花了50块钱就做了这么一大盆。做法很简单，味道比买的还好吃。首先准备8个鸡蛋，把蛋黄分出来。蛋清做冰激凌用不到，可以单独做点蛋糕配着冰激凌吃。蛋黄分出来之后，需要简单的搅拌一下。把蛋黄搅散之后，再加入200克的牛奶，然后把材料搅拌均匀。把材料搅拌均匀之后，再加入100克的奶酪。叫奶酪的产品挺多的，这种白色的奶酪一般包装上都会印有这个英文单词，可以增加牛奶的粘稠度，做出来的冰激凌会更好吃。接着就把这份材料加热，把奶酪融化，顺便杀一下蛋黄里的细菌。加热的时候用小火隔水加热，不用加太多的水，把水烧到马上就要开了，就把蛋黄放进去，不断的搅拌，水是一直烧着的，不要关。这样操作比较慢，但是很安全，适合刚开始没有什么经验的朋友，防止加热的时候糊了锅底。如果有一定经验，可以用明火加热，做起来会更快。那不断的搅拌，加热到材料看上去比较粘稠了，有点像酸奶。加热的时候要小心不要烫着。加热好了之后再关火。如果想做得更快一些，取出加热好的材料，可以放在冰水里，把材料搅拌放凉。这个做法算是非常简单的做法了，很多的做法都是先把蛋黄打发了，然后再加热牛奶倒进去，然后再加入各种的材料再加热。老爷子实验了几种的方法，感觉做出来都差不多，所以咱就用这种最简单的方法来做，也是非常适合在家里做，不需要买制作冰激凌的机器，有一个手持的打蛋器就能做，做出来也是非常的好吃。接下来再准备第2份材料，更简单了，打发1升的奶油，这个配料正好用1瓶1升的奶油，要放在冰箱里保存，用的时候稍微冰的凉一些。接下来就在奶油里加入150克的白砂糖，然后打发。但是不同型号的奶油储存方式是不一样的，有的是零下冷冻保存的，有的是零上冷藏保存的。想自己尝试做冰激凌的朋友要看好储存方式，还有就是看一下配料表里奶油含不含糖，如果是不含糖的，打发的时候就要加糖了。咱用的这个是动物奶油，是不含糖的，所以加了150克的白砂糖，吃起来微微有一点甜。想吃更甜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再加一下，这个就做的时候自己尝一下就行。奶油比较多，打发的时候找一个比较深的容器，视频里是用了一个蒸馒头的锅，这样打发的时候奶油就不会飞溅出来了。把奶油打发起来之后，看上去纹路不易消失，就算打发好了。之后就把2份材料混合在一起，搅拌均匀，放在冰箱里先冻起来。像奶油不是咱们家里常用的材料，可能很多朋友不是很了解。牛奶、鸡蛋咱就不用多说了。奶酪和奶油建议用动物油脂的，动物奶油就是在牛奶里面提取的。还有一种植物奶油就不是用的牛奶了，是将植物油氢化变成固体，再加入一些调味料人工合成的。动物奶油在价格上会贵2到3倍，建议还是用动物奶油比较好。去年不就是因为奶油的问题曝光了不少的雪糕品牌吗？当然植物奶油也有自己的优势和用处，像今天咱做的这些啊，材料算是用的最好的了，成本也就50多块钱，这样就不用担心材料好不好，添加剂多不多，自己吃着也放心了。那第一次冷冻也不需要太长时间，大概2到3个小时吧，取出来再用打蛋器搅拌一次，可以防止冰激凌里面产生冰渣。第2次搅拌均匀之后，再用大罐子装起来，放在冰箱里冷冻起来，想吃的时候用勺子挖出来，再放点水果，这不就和外面卖的一样了吗？像这一盘最少也得卖10几块钱吧，咱自己做啊能省不少的钱，关键是味道也非常的好吃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